嗨，大家好，我是凯哥，你的理财路上最坚实的伙伴。当我们要开始进入股市，要买一只股票的时候，我们为了要提高胜率，就要开始做一些功课，来让自己的获利比较稳健、比较安全。那么，我们通常透过以下4种面向来判断一只股票是不是值得投资。这也就是大家经常听到的基本面、技术面、筹码面跟消息面。那这支影片，凯哥会大概讲解一下这4种面向的使用方法。喜欢的话，也别忘了帮凯哥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哦。首先是基本面，基本面就是评估股票、产业或总体经济，透过研究公司的财务报表、营运状况、产业趋势跟宏观经济环境来判断一档股票的内在价值，然后把算出来的内在价值跟市场价格相，再决定是否买进或卖出。总体经济的部分，我们可以参考，比方说 GDP、通膨、利率、汇率、失业率等等，来帮助判断大环境是否有于投资。然后可以透过产业分析来判断是否有成长性，还有它的竞争的格局、政策的影响，来分析该公司所属产业是否具有长期的潜力。然后就透过它的财务面，比方说营收、获利、毛利率、现金流等等，还有它的公司的治理啊、管理层、竞争的优势。最后要估值，就是它的本益，还有它的股价净值比，当然还包含很重要，就是它的股利政策，公司是否有赚钱。然后如果内在的价值大于市场价值，那我们通常就叫做低估它，这个时候就会值得买进。相反的，就是高估它，那可能就会觉得需要卖出或者是观望一下。第二就是技术分析，主要它是透过一种观察价格跟成交量等市场的数据来预测未来走势的方法。它的核心理念是市场行为会反映一切，在所有已知或未知的资讯，最终都会反映在股价或者指数上，然后它的价格的趋势自然就会有延续。股价是有惯性的，涨势或跌势通常会持续一段时间。再来就是历史会重演，人性跟市场情绪会重复的出现，所以过去的价格形态有参考的价值。那常见的技术分析工具就包含了 K 线图、移动平均线、成交量，还有像一些技术的指标 RSI 啊、MACD 啊、KD 指标啊这一类的。然后就是形态，技术分析适合用来抓进出场的时机，所以这也是很重要的一点哦。第三叫做筹码面，它主要是透过研究股票筹码的分布跟流向，来判断市场中大户、法人跟散户的动向。因为股价长期的趋势往往是由资金流所驱动的，而筹码正是资金流动的痕迹。筹码分析的核心要点有以下几种：第一，也就是外资、投信、自营商3大法人的买卖超。法人通常资金庞大，操作就会有计划，能够影响股价的趋势。第二种叫主力筹码，也就是大户或主力的进出记录，可以透过分点券商来观察。第三是散户筹码，也就是融资余额，或者是借券，或者是当冲比例。在早期，像这一类的散户筹码，往往会被视为是反指标。可是其实现在来讲，比较不会有这种情况了，也都是一个可以做参考的一个指标。当然，每一档的股性也不太一样，这个部分就还需要更加的精进自己的能力了。第四是集中度，筹码的集中度高，表示股份集中在少数人的手上，股价更容易被推升。筹码分散，它当然就比较容易动荡，缺乏上涨的动能。那筹码跟技术面结合起来，就更容易找到进出点的时机。第四种就是传说中的消息面，广义上是指新闻、政策、重大事件对股价的影响。这些消息往往能迅速改变投资人的情绪，造成股价短期的波动。常见的消息来源包含了公司消息，比方说财报啊、并购啊、股利啊，还有新产品的发布啊。然后是产业消息，比方说原物料的价格啊、竞争对手啊，还有政策消息，比方说政府的法规、利率的调整、税率的改革，或者是一些补助。然后还有国际消息，比方说国际局势、地缘政治、汇率变动、贸易战，还有像原油之类的。然后是突发消息，就是天灾啊、疫情啊这一类的。消息面的影响通常快速且剧烈，可是持续时间不一定会长，而且好消息并不代表股价一定会涨，相反，坏消息也不代表股价就一定会跌。重点在于市场是否已经提前反应了。有些人常用消息面来捕捉短线的行情，可是也要小心，利多出尽就是利空了哦。消息面的最高境界，也就是千线万线不如一条电话线，也就是所谓的内线啦。在早些年比较淳朴的时候，
像这一类的电话线，往往可信度非常的高，所以才会有刚刚那句话的产生。不过现在资讯几乎都公开透明的情况之下，而且也爆发了一些内线交易的案子之后，现在这一类的内线消息要分辨真的假的，真的比较难了。所以还是要请伙伴们自己要注意哦。那么我们来总结一下，我们想要投资一家公司，首先就是用基本面来观察这家公司健不健康，有没有成长性，然后透过技术分析跟筹码分析来找到它的买进点。那如果是比较喜欢短期操作的，就要多多注意该公司的消息面来进行短线或者是波段的操作。至于电话线的部分，就请伙伴们自己斟酌使用咯。那这支影片就到这边咯，如果有任何的问题，欢迎下方留言。有帮助的话，记得帮凯哥按赞、订阅、开启小铃铛，谢谢咯。那我们下次影片见。